上次我们玩过了猎狐者这款机甲，这次同模换色的赤色要塞搭配了双倍的武装又来了。除了配件变多，这台红色的机体最明显的区别啊，就是头部搭载的这个可以取下的无人机。凑近看，机翼上的4枚导弹也有做出造型，这就还原了小说里的设定啊。高斯鸟狂潮第1章的最终决战里，敌方驾驶员驾驶赤色要塞，差点就用无人机发射导弹获得了胜利啊。最后一刻，我们才知道这一切都是临终的幻觉。最终，努瓦尔贯穿了赤色要塞的驾驶舱，连人带机把赤色要塞轰到了悬崖下的海里。这次的赤色要塞本体看起来就只是改色，所以猎狐者以往的优点，紧实的核心骨架、不错的塑料手感都是依然有保持的。这次的变化呢，具体啊就是增加了红色的迷彩效果的外甲涂装啊。所有的外甲都做了这样的涂装改变，包括额外搭载的装备。也会发现赤色要塞啊和之前的猎狐者本体在结构上是保持一致的，这就让这次的把玩变得无聊了一些啊，因为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但反过来说，也不用学新的变形玩法了，轻松了不少。并且啊，除了反派赤色要塞的这个无人机的头部，这次还给了另外3种猎狐者机型会有的造型头啊。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来继续玩猎狐者反派造型的赤色要塞。这次的包装质感非常好，大火鸟的出品啊，就是让我感觉越来越用心了，各方面都表现得很成熟，让我很喜欢。迅速拆盒，打开看看内容。赤色要塞本体的内容就是这2层的吸塑封装了。旁边的档案文件除了记载了变形过程和机甲设定，这里的驾驶员11号的设定很刺激啊！我特意去请教了一下拉斯大大，我了解到这个11号的原型啊，其实在作战记录《利剑寒风》里就有登场，战斗技术也不赖，获得了主角团这边10字8的认可，但立马就被对方给嘲讽了。原来这个11号是雷霆电算公司开发的生物机器人啊，本身是没有大脑的，由电脑元件控制。在《利剑寒风》前面的故事里啊，介绍说还可以作为伴侣机器人使用。6个月就能长大，还能一直保持13、14岁的样貌，这个设定就实在是太宅男像了。我这里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个剧情设定啊，特意用 AI 绘画把原作的漫画写实上色了一下，保证大家视觉观感能得到足够的刺激。不过看说明书这里啊，本片的赤色要塞驾驶员11号已经24岁了，所以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啊。剧情说太多有点扯远了，我们来看本体搭载满双份武装的样子，和猎狐者对比，确实感觉强了不少，高一个头。整体的分量就是看起来大了一整圈，当然结构上是保持一致的，只是增加了武装，但是过多的武装就有点扛不住了。我来摇一摇，哎，怎么演示的时候突然变紧了？比如这个肩部这里啊，这么大的武装依旧只有一个短卡榫连接，就会变得不那么稳固啊。还有要注意的就是这次的这款赤色要塞啊，似乎是利剑寒风里本片的造型，在漫画前期里也以来自未来投影的方式有登场过，和小说高斯鸟狂潮里登场的满炮装的设定版本是不同的，并且通过小说第1章最终战的描述啊，赤色要塞似乎还有一把重剑装备，所以本体人形把玩下来，我觉得赤色要塞有着武装更多但更不易把玩的特点。接着是初回特点赠送的引雷机甲，这次竟然是拼装的形式啊，板件质量看起来是中等偏上的水平，那就开始直接做起来吧。很快就做完了，手感可能过紧，不过这么小的体积里还做了驾驶舱的展开效果，还是不错的。拔掉手臂上的护甲，可以安装上主体赤色要塞的小盾牌来进行互动，而且拔掉背后的背包，我准备安上赤色要塞的多功能滑膛炮，因为它孔都是3毫米通用的接口嘛，所以装备的搭载自由度是挺大的。这款引雷总的来讲啊，设计的可动和结构都挺巧妙的，不过出模的质感和精细度只能算是个中等吧。感觉大火鸟这次的拼装小赠品啊，算是一个实验的出品吧。同时，赤色要塞的本体也可以和这个特点引雷进行完整的全面的互动。互动合体前，引雷的四肢需要进行拆解，分离成大概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合体的第一步，先把赤色要塞的膝盖外甲和内甲进行一个拆除，腿部进行一个收纳合并，和猎狐者变形坦克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拆下来的膝盖内甲可以安在小臂上进行收纳，合并后的腿部下方有一个通用的3毫米接口，在这里可以安上引雷的腿部。引雷的躯干部分则是可以作为一个外接的背包安插在赤色要塞的背后，而剩下的引雷的手臂部分则是可以加装在肩甲上的。经过一番组合啊，这就是完整的合体效果了。刚才提到的这次拼装手感过紧的缺点呢，在这么重型的武装下倒是成为了一个优点啊。整体全武装的装载下，腿部依然是比较紧实的，可以稳固的站着。也因为是小型机的一次合体啊，和猎狐者对比呢，这个赤色要塞合体后的轮廓造型啊，在观感上觉得很诡异，从军事装甲变成了更加邪恶的外星科技的感觉。受削的这几个肢体的延伸啊，就让赤色要塞更像反派了。当然，赤色要塞也具备猎狐者的变形功能啊，也因为有双份的武装，基础的坦克造型也可以变得很有气势，甚至得益于更多的连接臂，我们可以做出这种4足机甲的奇特造型，我还蛮喜欢的，玩法多就是好啊。OK， 最后总结一下，这次通过赤色要塞的把玩，我快速看了一点剧情片段，可以了解到目前出品的猎狐者都是本片造型。高斯鸟狂潮里重炮重剑的赤色要塞，努瓦尔的打桩枪猎狐者改2世都还没有出。这次的节目里的内容啊，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其实对拉斯老师的各个作品和设定，我了解是很少的，肯定有不足和错误，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进行补完和指正。